周末，韩硕与他母亲如约来我家拜访。尽管父母对我为先斩后奏的做法有些不满，但考虑到韩硕的品行与为人，他们最终还是接纳了这门婚事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为了表示重视，家人特地在豪华餐厅预订了包间，还邀请了爷爷奶奶共同见证这一关键时刻。为了今天的会面，我精心挑选了一件红色公主裙，希望以最完美的形象出现在韩硕和他母亲面前。然而，等待总是漫长的，我们比约定的时间多等了整整半小时，韩硕母子才抵达。韩硕面带歉意地向我们解释：“叔叔阿姨，真的很抱歉，路上堵车，我们迟到了。”母亲宽宏大量地摆手：“没关系，既然是一家人，就不用太客气，快请坐。”我注意到韩硕的母亲两手空空，心里不禁有些失望，但我告诉自己，或许她准备了其他形式的礼物，比如礼金。在简单的寒暄过后，未来的婆婆开始切入正题。亲家、小家的肚子慢慢会显怀，我觉得应该尽快给他们办婚礼。母亲看了我一眼，表示赞同。我们也这么想。今天大家聚在一起，就是为了商量两个孩子的婚事。准婆婆继续说道：“我们在老家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婚房，现在就差领结婚证了。”母亲稍作停顿，然后问道：“领证的事可以先放一放，我们更关心的是彩礼和三金的安排。”准婆婆听闻此言，神情有些不自然。既然都是一家人了，这些钱来来去去的，不过是走个形式，彩礼就免了吧。父亲清了清嗓子，语气坚定：“自古以来，婚姻都讲究礼仪，这彩礼和三金是传统，不能省略。”没想到准婆婆听到我爸的话后，冷哼一声：“现在国家不是在打压天价彩礼吗？你们都是文化人，应该看新闻的呀。”我爸妈被对得哑口无言，我咬紧下巴，掐了一下韩硕的大腿，示意他讲话。韩硕半天憋不出一个屁来，磕磕巴巴地说道：“叔叔阿姨，吃菜。”韩硕点头哈腰地给我爸倒酒，一副为难的样子。现场氛围尴尬到了极点。我妈喝了一口水，随后又问道：“好，彩礼的事情我们暂且不说，但你们家这三金也得买呀。”准婆婆见我妈松口了，连忙笑嘻嘻地从包里拿出来一对破镯子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就戴在了我的手上。她拉着我的手，对我妈说道：“现在谁结婚还买三金啊？我家里这对祖上传下来的翡翠镯子，价值连城，可比那黄金值钱多了。”我看了一眼这对镯子，廉价得很，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地摊货，估计路边10块钱买的，连个包装盒都没有。家里人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并没有当场揭穿它。好，为了孩子，为了韩硕，我忍。准婆婆见我们被忽悠过去了，随后起身献殷勤，给我妈倒了一杯茶。对了，亲家母，现在都讲究男女平等，我们家出了房子，你们家是不是得买辆车陪嫁呀？好家伙，这算盘打得可真响亮，合着今天这老太婆是来要车的呀。自己家儿子结婚，1分钱不出，就老家那破房子装修了下，就叫出了房子，还有脸叫我家里陪嫁一辆车。看样子准婆婆是打定了主意要拿捏我们一家了。爷爷已经气得吃不下饭了，奶奶杵着拐杖对我们说道：“你们吃吧，我和老头子先回去了。”准婆婆倒是脸皮厚得很，热情地招了招手：“爷爷奶奶走好啊。”我爸妈怎么会不知道她的小算盘呢？要不是看在我肚子孩子的份上，
早就把这老婆娘赶走了，但现在只能忍住怒火，心平气和地再次谈判道：要我们家买车可以，那你们必须在市里给孩子们买套房，你们农村老家那房子可不算。准婆婆冷哼一声：市里一套房子100-200万，我们哪里买得起啊？说的倒是轻巧，你们要是有本事，你们给他们买呀。要我们家买房可以，但是韩硕必须入赘我们家，生的孩子也必须跟我们姓。准婆婆听我爸这样一说，立马激动起来，她站了起来，拍着桌子大声吼道：你们做梦，不可能！你们老王家自己生不出来儿子，还想抢我们老韩家的种。我爸倒是一脸平静地说道：既然谈不拢的话，这门亲事就算了。没想到准婆婆彻底怒了，她放下狠话：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女儿带着肚子以后怎么办。你女儿未婚先孕，一点都不自爱，说出去都丢人现眼。现在我们老韩家愿意要，你们倒还不乐意了，真是好笑。说完，老太婆拉着韩硕就走了。韩硕当然没有跟他妈走，只不过我们全家人都炸毛了。在看到我未来婆婆那副尖酸刻薄的样子后，爸妈坚决不同意我和韩硕的婚事。韩硕愧疚不已，一次又一次地向我道歉：老婆，对不起，都怪我妈不好，我妈她就那样的性格，你别和她一般见识，你要为我们肚子里面的宝宝着想啊！难道你想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爸爸吗？我一把推开他，生气地说道：你妈真的是太过分了，我要是真嫁去你家，还不知道以后要受多少气。韩硕拍着胸脯再次发誓道：老婆，我保证不让我妈欺负你，我妈要是敢欺负你，我就和她断绝母子关系，你放心，我永远站在你这边的。看着韩硕那老实巴交的样子，我再一次心软相信了他。我替宝宝原谅你了，可我爸妈不好哄。韩硕推开房门，一声不吭地走到我爸妈面前，突然他给了自己一个耳光，红着眼眶说道：叔叔阿姨，对不起，让你们受委屈了，都怪我没用，我才刚毕业，家里钱都在我妈手里，所以彩礼和3金我也没办法做主，但是请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努力工作，努力赚钱，给小家和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。韩硕这一波画饼并没有让爸妈消气，我妈直接对他翻了一个白眼。小家从小被我们捧在手心，被你妈这样侮辱，我们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。见我爸妈依旧不肯松口，没想到韩硕扑通一声直接跪了下来，他哭着说道：叔叔阿姨，我知道是我妈过分了，我从小就没有了父亲，是我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拉扯长大的，她也不容易，说话确实不中听，我不能没有小家，我用生命发誓，我韩硕以后一定会好好对小家的，如有违背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爸妈见韩硕都已经发毒誓了，最后还是心软了。你小子要是以后敢欺负我们小家，我们绝不会放过你。还有，我告诉你，我女儿只要想回家，我们家里永远是她的后盾。韩硕牵着我的手，拼命地点着头。订婚谈崩了后，准婆婆再也没来过我家里了。我知道她是想趁我怀孕拿捏我，故意让我难堪，但是日子总是要过下去的。我要求爸妈主动去韩硕老家再谈一下婚事。我爸妈带了大大小小一车的礼物来韩硕老家了，左邻右舍看到后都围上来了。我主动上前和准婆婆打招呼：妈，我爸妈来了。没想到婆婆当着众人面不屑一顾地说道：别叫我妈，8字都没一撇呢。韩硕连忙接过东西，打着圆场：爸妈，赶紧进来坐吧。没想到准婆婆一把扯过韩硕，大声呵斥道：臭小子，
叫谁爸妈呢？你妈在这里了，你爸早就死了。我知道，这东西是在故意摆谱呢。爸妈脸上的笑容挂不住了，但还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。对，小韩，等结婚后再改口不迟。看着准婆婆那趾高气昂的态度，围观的村民纷纷议论道：“你看韩家真有出息，找了个这么好看的儿媳妇，这一看就是城里人啊。”韩老太也不知道在挑什么。就是啊，这一家一看就是城里文化人。准婆婆听到这话更加得意了，故作姿态的把从家里抓出一把喜糖分给村民。我要做奶奶了，给你们沾沾喜气。明眼人一下子就知道怎么回事了，一个个指着我的肚子交头接耳道：“难怪上赶着呀，原来是上车补票，未婚先孕啊，怕婆家不要自己，上赶着把自己嫁出去。哎，还是小韩有本事啊，能把人搞怀孕，我儿子就没那本事。”准婆婆那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。哥，我饿了，今天吃什么呀？刚一进门，一个20岁出头的小姑娘便冲了出来，她全然不管我的感受，挽着韩硕的胳膊就开始撒娇。我愣住了，一脸疑问地看向韩硕：“她是你妹？我怎么没听说你还有一个妹妹啊？”韩硕神色慌张地甩开她的手，连忙向我解释道：“她不是我亲妹，是我妈领养回来的。”小姑娘这才主动向我打招呼，笑着说道：“你就是嫂子吧？我叫韩婉婷。”我嗯了一声，并没有太多的话语，直觉告诉我这个女孩不简单。饭桌上，我妈再次开口了：“亲家，你看2个孩子的亲事，得尽快定下来吧。”准婆婆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冷笑一声：“怎么肚子大了？现在知道着急了？”韩硕生气的连忙撞了他妈一下：“妈，能不能好好说话？你是不是非要你儿子打一辈子光棍呢？”还没等准婆婆说话，韩婉婷却茶里茶气抢先道：“怎么会呢？我韩硕哥哥这么优秀，多的是女孩子喜欢。”说完就给韩硕碗里夹了一块肉，只不过韩硕连忙把这块肉夹到了我碗里。我被眼前这一幕恶心到了。这个韩婉婷明显对韩硕有着非分之想。我妈努力平复着心情，卑微地问道：“亲家母，你看婚事就定在七夕可以吗？我们家可没钱给彩礼和3金，这些都不要了，只要2个孩子开心幸福就好了。”婆婆一听，立马提起了精神，连忙问道：“那车呢？你们陪嫁怎么搞？”我抢先一步说道：“买，等办完婚礼后就买。我爸说给我买辆宝马。”这下婆婆笑得合不拢嘴了。好好好，婚礼就定在七夕。妈，我们今天去看了几个酒店，您看哪个好？韩硕打开手机，把拍的照片递给他妈看。他没有钱，什么事情都指望着准婆婆付款。没想到准婆婆看都没看，立马站了起来。酒店？谁说婚礼要去酒店搞啊？我早就帮你们订好了。我和韩硕一脸震惊地问道：“你订好了？在哪里呀？”婆婆指了指院子前面的一块空地：“就这里，到时候这里搭建一个舞台，这效果不会比酒店差。你们放心，这么大一块空地，摆个上百桌都没问题。电话厨师我都联系好了。”我皱了皱眉头，一脸不悦。婆婆见状，拉起我的手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小佳呀，你看你马上要成为我们韩家儿媳妇了，你得学会节约钱。我的钱以后不都是你们的，能省则省啊。再说现在年轻人结婚，不就图个热闹吗？不用在乎那些形式。你放心，所有的亲戚我都叫来了，到时候把你们家亲戚也都叫过来呀。婚礼也不用请什么化妆师、主持人和摄影师了，晚做直播的，又会化妆，口才又好，还会拍照，
到时候一条龙全部给你们包了。我气得牙痒痒，刚想反驳，却被韩硕一把拉住了。老婆，先听他的吧，我现在手里也没钱，等以后赚钱了，我怕再给你补办一个世纪婚礼。好啊，韩硕这小子又给我画大饼了，我也只好笑了笑。好的，妈，记得把所有街坊邻居和远房亲戚也都叫上哦。婆婆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，我肯定都得叫上啊，还要收份子钱呢。我闷声一笑，就怕来的人不够多。韩硕让我这段时间就住在他们家养胎，我拒绝了，马上就要嫁给你了，我得回去陪陪我妈。再说我还要做产假呢，住在市区方便点。韩硕也没再挽留我，只是叮嘱我照顾好身体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没怎么搭理韩硕，韩硕也好像很忙一样，几乎不主动联系我。我们两个好像心照不宣一样，彼此都享受着最后的单身时光。终于到了婚礼的这天了，凌晨5点，韩硕就带着一帮兄弟来迎亲了。我把我们认识的大学同学全部都叫上了。还是你韩硕有本事啊，大学刚毕业就结婚了。是啊，就你小子有能耐，娶到了校花呀，你小子真厉害，抱得美人归又当爹了。周围同学纷纷祝贺道。是啊，我们原本是多么羡煞旁人的一对呀。我被韩硕接走了，但爸妈没有掉一滴眼泪。婚礼仪式是在下午3点18分正式举行，据说是准婆婆找人算的，说这样才能家族兴旺。我坐在婚房里面，内心充满了期待。韩婉婷帮我换衣服时候，突然问道：嫂子，你这肚子几个月不见，怎么一点也没长大呀？我摸了摸肚子，笑着说道：我在减肥呢，再说孩子太大，到时候不好生。没想到此时，韩婉婷却一副呕吐状的样子。我最近也不知道咋回事，老想吐，肚子好像也吃胖了。我看着韩婉婷那矫揉造作的样子，内心更是确定了，仪式总算开始了。中式的红色大舞台，大大的喜字格外的刺眼。韩婉婷穿着白色仙女裙，优雅地走上舞台。这不是像是主持人的衣服，更像是轻婚纱，仿佛今天她才是新娘。有请我们的新郎上场。韩硕在众人的欢呼声中，一脸幸福地走向了舞台中央。韩婉婷直接抱了上去，久久不肯松开。哥，祝福你。此时，我正在台下等待进场，而他们两个在舞台上肆无顾忌地拥抱着。大学同学在旁边小声议论道：这个妹妹也太不懂事了吧，怎么能一直抱着哥哥呢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搞得她像是新娘一样。我刚才就想说，穿得像个新娘似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俩要结婚呢。看啊，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你们非要这么恶心人，我内心却暗爽无比。整整3分钟，韩婉婷才依依不舍地放开了手，她眼噙泪水。接下来有请新娘上场，终于轮到我了，是时候开始我的表演了。从校服到婚纱，他们一路相伴相守。韩婉婷讲述着我和韩硕这4年相爱的点点滴滴，周围同学无不感动落泪。很快到了敬酒环节，我爸妈和准婆婆上台了。韩婉婷递给我一杯茶，小声说道：妈给了你改口费后，你就跪下来斟茶喊妈。我笑着点了点头。婆婆今天穿着一件大红色的裙子，依旧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她近乎施舍地给了我一个红包，看样子也就只有200块。韩硕见我没有接，便连忙替我接了。此时婆婆脸色有些不好看了，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似乎在暗示我识相点。韩婉婷见状，连忙端了一杯茶递给我。新媳妇下跪敬茶，见我端了茶杯后没有下跪的动作，
韩硕在旁边小心提醒道：“老婆，赶紧跪下叫妈呀！”周围人也都看着这一幕，等待着我这历史性一跪。好，时机到了，我端起茶杯，径直地泼在了婆婆的脸上，大声冷笑道：“不好意思，你不配当我婆婆吗？”周围人被我这一举动吓傻了，韩硕更是一脸震惊，拉着我的胳膊大声呵斥道：“你在发什么疯啊？”准婆婆更是气得直接跳起来了，冲上来就要薅我的头发。“你这个小贱人，给你脸了是不是？”我爸连忙把我护在了身后。“你敢动我女儿一根头发丝试试看？”准婆婆气急败坏地大声骂道：“真的是家门不幸啊！怎么会娶了你这种悍妇？大婚之日就拿茶水泼婆婆，这简直大逆不道啊！”“住嘴！你还没资格做小家的婆婆，我才是她的合法婆婆。”一个身穿旗袍、提着爱马仕包包的女人在人群中大声说道，看上去高贵极了。韩硕一把拉住我的手臂，大声质问：“她是谁？你到底在玩什么花样？”“我老公顾寒来了。”他一把护我入怀，冷声说道：“她是我的老婆，你没有资格质问她，谁懂啊？”这一幕简直就是霸道总裁来抢亲的环节呀，就是我整天看小说画面具象化了呀。韩硕气急败坏，指着我大骂道：“王小佳，你真的是个荡妇啊！你他妈和我结婚，怀着我的孩子，就又勾搭了一个男人。”我轻轻推开顾寒，转头对他冷笑道：“结婚？我和你领结婚证了吗？法律上承认我们是夫妻吗？”韩硕脸上青筋暴起，指着我的肚子问道：“那孩子呢？我们的孩子你怎么说？”我一脸平静：“孩子早就被我打掉了。”韩硕妈气疯了，也顾不上脸面了，开始骂骂咧咧道：“你这个不知廉耻的贱女人！你和我儿子结婚，又勾搭别的野男人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竟然敢打掉我韩家的种！我和你拼了！”韩硕妈像疯了一样朝着我扑了过来，没想到却被顾寒的贴身保镖一脚绊倒在地，动弹不得。我听到了台下一阵哄笑声。好啊，果然大家都是看热闹，不嫌事大，正合我意。韩硕妈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她扶了扶衣袖，突然大笑起来：“王小佳，你这个烂货，怀孕堕过胎，怎么可能还有男人会要你？你今天这一出是花了多少钱请的演员啊？”韩硕在听到他妈的提醒后，也连忙问道：“王小佳，这个男人到底是谁？是不是你请过来演戏的？就是为了报复我和我妈？”我冷笑一声：“演戏，你也该死心了。”顾寒从口袋里面掏出结婚证递给他看，上面就是我和顾寒的照片，领证的日子就是昨天。韩硕这下彻底崩溃了，他跪在地上摇了摇头：“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相信你喜欢这个男人，你们昨天才领证的，你们一定是骗我的。”见韩硕还是不肯相信，我踮起脚尖，对着顾寒的嘴就狠狠亲了下去。顾寒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后也开始热烈地回应着我。这是我和顾寒第一次接吻，我们两人在舞台上深吻了5分钟，顾寒才肯罢休。在场所有的人都张大了嘴巴，见我来真的，婆婆也傻眼了。韩硕扑通一下跪在地上，抱着我大腿哀求道：“小佳，我是真的爱你，只要你愿意回到我身边，我什么都可以原谅你。”顾寒却一脚踹开了他：“滚开，别碰我老婆！”韩婉婷一脸心疼地扶起韩硕，安慰道：“哥，这样的贱女人不要也罢，她这种女人说不定早就和别的野男人勾搭上了，她之前肚子里面的种说不定也是野种。”顾寒见到韩婉婷如此污蔑我，抓住她的手腕，厉声道：“韩婉婷，娱乐主播是吧？你要是再敢说我老婆一句坏话，
我让你从此消失在直播圈，还有我从来不打女人，你最好嘴巴给我干净点。”韩婉婷见顾寒威胁自己，不但没有收敛，反而扬起下巴，大声辱骂道：“你不就是王小家一个姘头吗？装什么霸总啊！”此时婆婆看不下去了，直接拨打了一通电话，给我停掉韩婉婷在所有平台的账号，永远封杀她。韩婉婷见状，半信半疑地打开自己手机，却发现自己账号登录不上去了。你们凭什么封掉我的账号？我又没有违法。我笑了，捏住他的下巴，大声说道：“就凭你知三当三，勾引我前男友，你这种道德败坏的人，严重影响社会风气，不该被封杀吗？”我拿出韩婉婷怀孕的诊断单，扔到了韩硕的脸上。“恭喜你呀，又有了一个孩子。”韩硕一脸震惊地看着韩婉婷：“怎么会？明明……”我冷笑一声：“明明什么？明明带了替。”韩硕这男人死皮赖脸的程度不逊于他妈，都已经到了这种局面，他还是不死心。“小佳，我不爱他，我和他只是肉体关系，是他一直都在勾引我。他自从住进我家开始，就对我暗送秋波，我一直都是拒绝的。他知道我和你订婚完后，他主动爬上了我的床。那天我只是喝多了，小佳，你原谅我，我爱的是你啊！”我甩了他一大嘴巴子。“韩硕，这话你就骗骗自己吧。好了，乖，我们婚礼要开始了。”顾寒宠溺地摸了摸我的头，对我说道：“是啊，我还要赶下一场婚礼呢。”顾寒招了招手，后面50多辆车就全部开进村了。现场来了50多个工作人员，直接把这破舞台拆了。仅只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，便搭造了一个华丽的舞台，旁边也改造了一个临时的化妆间，5、6个化妆师，10几个服装搭配师，几百套衣服等着给我挑选。现场进场，梨皮周正曲友人都看傻了，在线看我变装。等我换上最中意的那件婚纱出场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惊呆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公主啊！顾寒牵着我的手出场了，他对大家深深鞠了一个躬：“不好意思，让大家见笑了。我邀请在场所有人都来见证我和王小佳的婚礼。我请了5星级厨师，正在后台为大家备餐，还给每人准备了一份价值1万元的黄金手镯作为伴手礼。”韩硕家那些亲朋好友哪里见过这种阵仗，都站起来鼓掌欢呼，全然不顾韩硕母子俩的情面。韩硕他们家4口人被端端正正请到了主桌上，周围还有4个彪形大汉站在他们身边。婚礼仪式开始了，主持人讲述着我和顾寒之间的故事。我和顾寒从小青梅竹马，一起长大，但在我高中时候，顾寒一家出国了，从此我们之间联系越来越少。我只知道顾寒他们家的生意越做越大。大学时候，顾寒回国找过我，知道我和韩硕谈恋爱后，他什么也没说就走了。直到听到我要结婚的消息，他决定回来和我好好告别，也想把暗恋多年的情愫告诉我，画上一个不算完美的句号。但是没想到他来找我的时候，我刚好去医院打完胎回来，他一脸心疼地抱住了我：“小佳，我一直都喜欢你，以后让我保护你好吗？”我点了点头，但告诉顾寒我还有一件事要处理。在韩家受的这份屈辱，我一定要报仇。顾寒帮我拿到了韩硕和韩婉婷搞在一起的证据，我们决定要在婚礼上报复他们。到了敬酒环节，我爸妈和顾寒爸妈都坐在了台上，婆婆牵起我的手对我说道：“小佳，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份薄礼，作为你的彩礼。”说完，主持人就拿出一张纸念道：“市区别墅1套，
市区房子5套，劳斯莱斯3辆，现金2个亿，旗下珠宝公司1家，法国葡萄庄园1栋，英国商铺2家，新加坡公寓1栋，宇进河。以上这些都是顾家送给王小佳女士的彩礼，属于王小佳女士的婚前财产。现场所有人再次惊呆了，原来顾寒家竟然是本市的首富了。说实话，我也惊呆了，我只知道他们家很有钱，但万万没想到是首富啊！我看着韩硕和他妈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，简直爽翻天了。是啊，我一个怀着孕，在他们眼里连18万都不值，不对，是1毛钱都不值得女人，竟然嫁给了首富，而且还给了价值20亿的彩礼给我，这简直比小说还要梦幻啊！旁边那个韩婉婷嫉妒得快要发疯了，凭什么呀？凭什么她王小佳一个堕过胎的烂货，能嫁给顾寒这样优质的首富？而我只能跟着你这样没本事的男人。韩硕妈本来就气得发抖，在听到韩婉婷这样诋毁自己儿子后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反手就是一个大嘴巴子骂道：“你这个贱货，要是没有我把你领回来，你早就饿死了！你还有脸嫌弃我儿子？你要是不想生，赶紧把孩子给我打掉！我儿子也不缺你这一个女人！”搞笑！这老太婆哪里来的自信啊？总觉得自己儿子可以轻松找到各种女人，对，还是那种1分钱彩礼不要的女人。我走到韩婉婷跟前，只要你把这孩子打掉，我可以让你进我旗下珠宝公司当主播。韩婉婷想都没想，连连点头。我早就受够这家人了，男的懦弱没担当，女的恶毒，呸！搞得任何一个女人都愿意嫁给他们韩家一样。我明天就去把孩子打掉。老太婆一听，开始急了，连忙拽住韩婉婷，大声骂道：“你是我女儿，我不放你走，你哪里都走不了。你是我捡回来的，你就该给我儿子当老婆。”韩婉婷却冷笑一声，推开了老太婆。老婆，谁是你女儿？我可没你这么不要脸的妈！你当初捡我回来，不就是为了给你儿子当个不要钱的保姆和媳妇吗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我可不稀罕你儿子了，我要去打掉这个孩子，然后去追求我自己的生活。韩硕听到韩婉婷要打掉孩子，一下子慌了神，他拉住韩婉婷的手，哀求道：“婷婷，别打掉孩子，我求你了。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我会对你好的。”韩婉婷却一把甩开了他，冷笑道：“喜欢我？你怎么对我好？跟你妈一起欺负我，还是跟你那个前女友一样，让我当个小三？”说完，韩婉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婚礼现场。韩硕妈见状，气得差点晕过去，她坐在地上大哭大闹，嘴里还不停咒骂着我和韩婉婷。而此时的我却像个局外人一样，看着这一家人的丑态。不，我已经不是局外人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将是这座城市最富有的女人之一。而我曾经的未婚夫和他的家人，却在这场闹剧中颜面尽失。我看着顾寒，他微笑着向我走来，牵起了我的手。我知道，我未来的生活将会充满幸福和甜蜜。因为我有顾寒，有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男人。婚礼结束后，我和顾寒开始了我们的蜜月旅行。我们去了很多国家，看了很多美景。每到一个地方，顾寒都会给我买很多礼物。他说要把我过去缺失的爱全部都补偿给我。在蜜月旅行的最后一天，顾寒带我去了一个小岛，岛上只有我们2个人。他为我准备了一场浪漫的烛光晚餐。在晚餐过程中，他突然拿出1枚钻戒，单膝跪在我面前：“小佳，我爱你，愿意嫁给我吗？”我看着他深情的眼神，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我点了点头，把手伸向他。
我愿意。顾寒把钻戒戴在了我的手上，然后紧紧抱住了我。我们在月光下拥吻，享受着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。回到国内后，我们开始了新婚生活。顾寒很宠我，几乎对我百依百顺。他每天都会给我做早餐，送我上下班。周末的时候，我们会一起去看电影、逛街或者去旅行。我渐渐地爱上了这种平淡而幸福的生活。然而，幸福的生活总是短暂的。不久后，我怀孕了。顾寒很高兴，他每天都围着我转，生怕我有什么闪失。但是在我怀孕3个月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了流产的迹象。医生检查后告诉我，我的身体状况不适合怀孕，如果想要保住这个孩子，就必须卧床休息，不能有任何活动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顾寒很自责，他觉得是他没有照顾好我，才让我遭受这样的罪。我看着他自责的样子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我告诉他，这不是他的错，是我自己的身体原因。但是顾寒还是无法释怀。为了让我安心养胎，顾寒决定把我送回娘家。他说在我娘家，我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。我不想离开他，但是他却坚持要这样做。最后，我只好妥协了。回到娘家后，我每天都在想念顾寒。我想念他做的早餐，想念他每天送我上班的情景，我想念我们一起度过的每一个周末。但是为了孩子，我只能忍受这种相思之苦。在娘家的日子过得很慢，但是也很充实。我每天都会和妈妈一起做瑜伽、散步或者看电影。爸爸也会给我讲他年轻时候的故事，逗得我哈哈大笑。渐渐的，我的心情也好了起来。我开始期待这个孩子的到来，期待我们一家3口未来的生活。在我怀孕7个月的时候，顾寒来接我了。他看到我后，紧紧地抱住了我。小佳，你辛苦了。我摇了摇头，笑着说，不辛苦，为了你和孩子，一切都值得。顾寒牵着我的手走出了家门。我看到门口停着一辆粉色的兰博基尼，他打开车门让我坐进去，然后开车带我去了一个神秘的地方。当我下车后，看到眼前的景象时，我惊呆了。这里是一个美丽的花园，里面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，而在花园中央有一座小亭子，亭子里摆放着一张白色的钢琴。顾寒牵着我的手走到钢琴前坐下，开始弹奏起来。他弹的是我最喜欢的曲子《梦中的婚礼》。听着他弹奏的曲子，看着周围美丽的花朵和蝴蝶飞舞着，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中。此时的我感觉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几个月后，我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宝宝，是个男孩。我们给他取名叫顾泽宇。泽宇的到来让我们一家人都非常开心和幸福。顾寒更是把他当成了宝贝一样宠爱着，每天都会陪着他玩耍和学习新知识。而我也开始逐渐恢复了工作，重新投入到我的事业中去。虽然有了孩子后，我的生活变得更加忙碌和充实了，但是我却感到非常满足和快乐，因为我知道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，我都有一个爱我、支持我的丈夫和一个可爱聪明的儿子陪伴在我身边。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，简单而幸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